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这期视频播出的时候，应该就是除夕了。我在这里给大家先拜个早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借着新年的喜庆气氛，今天咱们来聊聊那个曾经在2017年年底引起轰动的天体——奥陌陌。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听说过，2017年10月18号。当天文学家检查位于夏威夷莫纳克亚的泛星计划1号望远镜的数据的时候，在距离地球大约 0.2 个天文单位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天体。一开始，天文学家给这个天体的编号是 C2017U1，C 表示天文学家认为这个天体是颗彗星 Comet， 2017表示2017年，U表示是10月，最后这个1表示是第一颗，所以整个 C2017U1 表示的就是在2017年10月发现的第一颗彗星。但是通过对它轨道的初步计算之后，天文学家吃惊地发现，这个天体沿着一条偏心率极高的轨道运行。偏心率有多高呢？它的轨道偏心率超过了 1.19。 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天体，如果它运行的轨道偏心率是0，那表示这个天体是在一条完美的圆轨道上围绕着一个中心天体运行。如果天体轨道的偏心率是在0和1之间，则表示天体的轨道是个椭圆，天体在一条椭圆轨道上绕着中心天体运行。太阳系内的大部分天体的轨道都属于这种情况，就比如地球轨道的偏心率大概是 0.017，水星轨道的偏心率比较大，能达到 0.206。 我在讲柯伊伯带的那期节目里曾经提到过，赛德纳它的轨道偏心率就更大，能达到 0.855。 目前人们观测到的太阳系内非彗星天体中，偏心率最大的是2015 BP519， 它的偏心率达到了惊人的 0.94。 这可能也是太阳系内非彗星天体轨道偏心率的极限了。一般来讲，太阳系内的彗星轨道的偏心率都比较大，最小的恩克彗星也有 0.847， 而哈雷彗星达到了 0.967， 而这些还都只是短周期彗星。如果考虑那些长周期彗星，它们的轨道偏心率就会非常接近1，但一般不会等于或者是大于1，因为一旦它们轨道的偏心率等于或者大于1，就表示它们将飞离太阳系，再也回不来了。当天体的轨道偏心率等于1的时候，这条轨道其实就是一条抛物线；当轨道偏心率大于1的时候，这条轨道其实是一条双曲线。不管是抛物线还是双曲线，这都是一条不规的轨道。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天体的轨道偏心率都小于1，偶尔有大于1的，比如 C1980E1， 这是一颗在1980年发现的非周期性彗星。发现它的时候，它的轨道偏心率达到了 1.057， 这是一条双曲线轨道。之所以它会有这样的轨道，是因为在1980年底，它经过木星的时候，由于距离木星比较近，得到了加速，因此导致了轨道偏心率大于1。这也就是我在前面几期节目里多次提到的被木星的引力甩出太阳系的真实案例。又有点扯远了。我前面提到，天文学家发现这颗新天体的轨道偏心率达到了 1.19， 这是一条双曲线轨道，而且新天体的轨道平面和黄道平面的夹角也达到了121度，这不是柯伊伯带的天体能够有的轨道倾角，即使是奥尔特云目前观测到的天体最大的轨道倾角也只有70多度。第三，通过对照片的分析，天文学家发现这个天体并没有彗尾，也不具备彗星所应该具有的彗发结构，这就意味着它应该不含冰这类的挥发性物质。如此看来，它应该不是颗普通的彗星。天文学家初步判断，它应该是一颗来自于太阳系以外的星际天体，所以它的编号被重新调整为 EI2017U1，
简称呢就是 EI。这里的 I 就是 interstellar， 也就是星际的意思。E 表示是第一颗，所以 EI 就是表示它是人类在太阳系内发现的第一颗星际天体。作为人类观测到的第一个出现在太阳系内的星际天体，人们特地用当地夏威夷语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奥陌陌，意思是远方来的信使。所以为了叙述方便，下面我就把它叫做奥陌陌了。人们通过记录发现，奥陌陌以大约26公里每秒的速度和极大的倾角切入了太阳系，这个速度远远地超过了太阳的逃逸速度，然后在9月9号抵达近日点。再往后，因为太阳引力的弹弓效应，奥陌陌被不断的加速，最后以大约每秒87公里的速度穿过了太阳系。它持续的飞行，在2022年飞出了海王星的轨道。奥陌陌的宽和高大约有30米，而长度将近200米。当人们在10月18号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离我们有3300万公里了。1月14号，它离我们最近，那个时候仅有2400万公里，真的可以说是擦肩而过。如果有这么大的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摧毁一座城市，或者是引发一场海啸，估计不成问题。这件事儿也算是给泛星计划提了个醒。泛星计划是专门用来监视和发现具有潜在危险的天体的一项监测计划。但是如果不能提前发现这些天体的话，那它的存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就像奥陌陌这样已经走了5天才发现，实在是有点让人失望。不过奥陌陌的奇异之处还不在于它的来历，它的身上的未解之谜真的不少。首先就是它奇异的外形。刚才我已经说过，天文学家通过后来的影像分析得出，奥陌陌的长度近200米，宽度和高度大约是30米。还有天文学家认为，奥陌陌的形状可能更像是一张饼。但不论是哪种猜测，这种造型在太阳系的天体上都是非常另类。在太阳系里，大的天体像个球，小的也差不多得像个土豆吧。奥陌陌要么像雪茄，要么像块饼，反正在太阳系里是不太好找。其次是它的自转方式，它并不是像地球这样绕着一个简单的自转轴在转，而是翻滚着转，既横着转，也竖着转，还斜着转。它这种细长的形状，再加上它这种独特的旋转方式，就导致它反射的太阳光的亮度也一直在变化。我们从地球看上去，它的亮度会不停地做着周期性的变化，这个周期大约是 7.3 小时。第三是它的材料，科学家通过光谱分析发现，奥陌陌表面的颜色是偏红色的。有一种理论认为，奥陌陌可能是冰和岩石的混合物，之所以呈现出红色，是因为天体表面长期暴露在宇宙射线的辐射下，导致它上面的有机物或者是冰类物质变质了。这种现象在柯伊伯带的天体里比较常见。但如果奥陌陌的表面是冰和岩石的话，那就应该和彗核类似。可为什么看不到奥陌陌的彗发和彗尾呢？另一种理论认为，它的表面是金属材料，因为金属材料在宇宙的辐射下才会变成红色的。第四，奥陌陌的运动轨迹也非常奇怪。它进入太阳系的时候，运动轨迹奇怪这点我在前面就已经提到过。但更奇怪的是，它飞走的时候竟然是加速离开的。按说奥陌陌飞离太阳系的时候，飞得越远，太阳引力的势能就越大，根据能量守恒，它应该越飞越慢才对。就像我们在地球上扔石子儿，石子儿飞得越高，速度就越慢。在太阳系里，像彗星这样的天体，在越过近日点飞离太阳时，有可能会出现越飞越快的情况，但那是因为彗星上的物质升华蒸发，喷出的气体推动着自己，才出现了加速的现象。而像奥陌陌这样在没有发现明显的喷发物质的情况下就加速了，确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为此，有科学家提出，在它的上面或许并不是普通的固态挥发性物质，
而是一种固态的氢。如果它释放出来的气体是氢气的话，红外相机确实是拍不到的。但这个假设也存在着一个致命的漏洞，氢这种元素实在是太轻了，在各种宇宙射线的照射下，应该早就挥发完了，根本坚持不到让奥陌陌飞到太阳系来。后来又有科学家认为，奥陌陌上的冰可能不是氢，而是更重一点的氮。固态氮在零下248度左右开始升华，所以当奥陌陌运行到太阳附近的时候，表面的氮冰就开始加速升华。虽然这一过程不会像彗星那样被我们探测到，但它产生的推动效应已经足以为奥陌陌提供额外的动力。这项研究算是关于奥陌陌目前最新的一项解释，但不管怎么样，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已经很难得知。现在奥陌陌早已朝着飞马座的方向离我们而去，而且以它的速度，即使人类现在发射探测器，也很难再追上去一探究竟了。最后再说说2年前传说奥陌陌正在回来的消息。其实回来的并不是奥陌陌，而是新发现了一个星际天体。这个天体是2019年8月29号由俄罗斯的一个业余天文学家鲍里索夫发现的，所以国际天文联合会就把它命名为2I 鲍里索夫以示纪念。这个天体很快就被认定为彗星，因为它具有彗星的一切特征，包括彗发和彗尾。2019年11月，耶鲁大学的天文学家就说，这颗彗星的尾巴的长度是地球直径的14倍，并表示意识到地球在另一个太阳系的访客旁边是这么的小，真是令人羞愧。这颗彗星的轨道偏心率达到了惊人的 3.357， 它于2019年12月8号通过了近日点，最近的时候距离太阳2个天文单位，离地球最近的时候也有 1.1 个天文单位。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是鲍里索夫彗星和奥陌陌切入太阳系的画面，黄色的轨迹表示的是鲍里索夫彗星，红色的轨迹表示的是奥陌陌。2020年3月中旬，人们观测到了这颗卫星出现了碎裂，后来在4月报告了更多的碎裂证据。不过很快又有证据表明，这颗彗星并没有碎裂，而是发生了喷发。喷射的尘埃和碎片的总质量大约占汇合总质量的 0.1%， 因此鲍里索夫彗星并没有消失，它仍然孤独地在宇宙中航行着。也许很久以后，它会闯入另一个恒星系，在那里有另一群人，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吃惊地观察着这个不速之客的一举一动，发出不住的惊叹。好，以上就是我向大家介绍的关于奥陌陌和鲍里索夫彗星的情况。关于奥陌陌和他的伙伴，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结束之前，我再次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新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